大陸的鑽石晶片橫空出世，我們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看到這個新的發展哦。尤其呢，先前我們講到了涛定律，但是有這個散熱的問題要解決，現在等於補上了最後一塊的拼圖啊。那北京這個時候掌控了95%的 AI 終極這個瓶頸散熱革命，我們今天要來看到正式的爆發。好，過去大家都在拼說我们要做這個 AI 晶片，但是呢，大家說這個晶片要做越來越小。面對到的問題就是算力越強，但是散熱問題一直都遲遲無法被解決。那麼研究也特別指到了說呢，這個半導體的元件服役啊，溫度每上升18度啊，其實它的失效率會提高2到3倍。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辦法被解決。尤其我們看到輝達，它現在要發展它的 Vera Rubin 的這個架構晶片，而且它的這個功耗的消耗其實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說這個 Vera Rubin 跟這個 GB300做比較的話，其實呢功耗消耗是超過64%的。所以呢，要解決這個散熱的問題，現在一個全新的科技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，輝達來全面導入這個金剛石，我們今天俗稱的就是鑽石的這個銅複合散熱材料，加上45度的溫水直液冷哦。好，這個它金剛石也就是鑽石，它具有什麼樣子的特性呢？會備受看好，原因就是它的導熱能力是很強的。再來，它有絕缘體，不會受到這個短路的風險，就會大幅的降低。但是現在也有一個問題，說大部分的這個技術，包括全球95%的工業級人造鑽石產能，其實呢，大部分還有這種高端產能，都是掌握在中國大陸手裡的。難怪黃仁勳急着現在要跟中國大陸的方面來一起做合作，包括大陸自己的，他這一家是鄭州的超算中心呢，他也在使用了。那他這邊也特別提到了數據有顯示說，晶片的傳熱能力可以大幅提升80%，晶片的性能也可以提升10%。重點是溫度了，溫度還因此下降了5度。那麼現在中國大陸在力拼的也是華為在力拼的涛定律，它不是一層一層的把它的這個邏輯的折疊晶片給它疊上去，包括了3D 的折疊，但是他們一直都想要解決就是散熱的問題。現在看起來呢，這個鑽石散熱的技術就有辦法補足了他們的最後一塊拼圖了。大陸有沒有可能拿這個來當做它的未來的超車路徑？賴老師怎麼看？當然可以啊，因為其實在2025年的時候啊，歐洲、美國、日本啊，其實這些原本在人工鑽石這個部分啊，他們是處於技術領先的國家，他們就已經發現了，中國大陸是後來居上的。它過去的優勢是規模優勢，但是它現在已經到技術優勢了。所以從去年開始，歐美日等這些國家就跟中國大陸在 PK 了，因為誰要作為標準的定義權，誰就是掌有絕對的優勢。我再強調是去年發現的，結果1年過後呢，歐美日全倒，中國大陸全傷啊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今天為止會引起大家高度的關注，就是因為經過1年以後，中國大陸再往上走一台階。而歐美日的進步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，那進步的速度慢，現在大陸掌控了95%了，過去沒有到95%，過去能50%就不錯了啊。結果很快的啊，歐美日由於一盤散沙，這第一個；第二個，每一個國家投下的資源又不穩定，而中國大陸是有計劃的啊，朝這個方向走。不要忘了，人工鑽石它有2個特點，第一個就是它耐高溫，耐高溫這個中國大陸在鎢礦的技術這個部分，因為我們知道鎢就是耐高溫、極高溫的，對，所以大陸這個部分的技術有絕對的優勢。第二個就是它硬度很高。那既然是耐高溫、硬度又高，中國大陸在這個部分占有優勢的話，它的技術都是屬於國家儲存的一個技術，在移轉的過程裡面。荷蘭在這個部分就是河南了啊，不是荷蘭。河南在這個部分就占有核心的地位跟立場。好，是，它是下一代的晶片，下一代的量子，不管是軍事用途、量子用途，或者是下一代的晶片，當然都要用到這個金剛石，就是人工鑽石。你想，對黃仁勳來講，他的晶片要走入下一代，他不跟中國合作可以嗎？可是我覺得黃仁勳會面對很大的難題。第一個就是，如果你最先進的晶片賣不進去中國，中國買不到你的晶片，或者是不需要你的晶片，那中國培養自己的下一代的晶片，
它怎麼可能會去滿足你，或是提供給你？所以部分合作，部分不合作，讓你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的時候，你的下一代的晶片你就不能夠拿到穩定的材料。那這樣的話，對於這個黃仁勳的英偉達來說，或者輝達來說的話，那它的未來的發展，中國大陸會後來趕上哦。那也就是黃仁勳目前的優勢的領先地位，很有可能就因為卡在人工鑽石這個部分，它地位不保，也可能是說不定的。好，所以一方面是美方哦，包括了這個輝達，它也尋求跟大陸的合作，希望能夠拿到這個人工鑽石的技術。那其實我們看到華為自己也是要剛好補足這一塊，因為濤定律嘛，他們也是要處理有關於這個散熱的問題，有辦法被解決嗎？那楊老師又怎麼看？華為的就是這個副總裁哈何庭波女士，在發表濤定律的時候，她說，這個濤定律有沒有什麼困難？她講的第一個就是散熱問題，但是事實上，他們當然已經面對知道，而這個金剛石，也就是人工鑽石哦，其實就是幫忙在做整個這個所謂架疊的這種3D 折疊這個架疊的時候呢，它的散熱能夠更有效。那因此，你就剛刚提到鎢的熔點是3500度左右，那人工鑽石其實也非常高，那它能夠在這個裡面去增加比過去所使用的這個材料要更好的散熱。是，不過這裡面就讓我們感受到，在現代的這整個工業科技啊、先進科技的發展當中啊，除了技術之外啊，你發覺到中國大陸越來越在材料的層面哈，就幾乎是形成一種絕對壟斷的地位。我們講稀土講了好久了，17種金屬，現在又講到稀有金屬，去年是講加根者，今年講到鎢，每一個大概都是7成、8成，甚至9成。那現在這個人工鑽石，你以為人工鑽石好像很多，對不對？好像以前聽過什麼俄羅斯人工鑽石，對不對？結果中國大陸在這種真的高端科技應用的人工鑽石，它的產值佔99%。然後呢，因為它裡面牽扯到熱熔點，然後呢壓制，然後用到真正的就是這個高科技裡面去，而且還經過確認。所以華為的這整個濤定律，也就是在這樣的技術跟材料之間的這個結合，它才能夠達到這個應用跟這個效能。所以我覺得這裡面不只是只有說啊，它有這個就是原料。No， 人家把原料跟技術結合之後，走出一條新的路，它已經不是彎道超車，它基本上是換道超車。好，中國大陸走自己的另外一條路，那我們也來相比一下，有關於未來中美在 AI 競賽的這個賽道上，誰有可能比較領先呢？來看到最新的數字，中國的 AI 晶片5月份，它的出口來到了年增幅111%，創2013年最大的增速，包括它的半導體跟它的計算機的產品貢獻了出口達到了將近是一半。阿里雲的創辦人王堅說：“過去呢，大陸啊看到的是游泳池，美國看到大海。他認為呢，現在雙方中美啊都是看到一模一樣的海。那艦長怎麼看？”其實我們講到說中國大陸的這個5月晶片的這個出口暴增，那其實這個出口暴增真正展現的是什麼？也就是價格的下跌。中國大陸最厲害的，也就是當它開始進入到這個量產的時候，它的價格就會逐漸的下跌，而不是維持恆定不動的。那當它下跌的時候，與它同時競爭這一個產業的這一個商家，如果沒有辦法同時下跌的話，那對不起，你只能退出市場。所以，當你沒有辦法競爭，或者是你進入到這一個先進製程，不再做成熟製程的時候，成熟製程的市场就被中國大陸所掌握。我們剛剛講了有關於冷卻的問題談了很多，真正的問題是什麼？真正的問題也就是摩爾定律，它慢慢的走到這個物理的極限了。所以華為它另闢蹊徑，它進入了這個濤定律。濤定律有2個重點，一個是幾何縮微，一個是時間縮微。幾何縮微怎麼達到的？也就是以前我們看到的這個摩爾定律，也就是把這一個晶片越做越小，可以容納越來越多的這一個電晶體。可是現在我們看到華為的，它其實它沒有這樣做，但是它加疊起來。
但是這裡面產生的熱如何帶走呢？這不是沒有辦法解決。我們剛剛講到的，其實那個金剛石是一種，那但是呢，我們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，這一個設計代表的是什麼？